2004年到2006年被称为林李时代，林丹和李宗伟统治了羽坛长达12年之久。在林李的光芒下，许多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被他们光芒掩盖。这些选手不是没有实力和没有冠军，而是他们受到的关注没有林李那么多。这期视频就来看看那12年间被林李光芒盖过的羽毛球选手。喜欢足球的他被爸爸告知，如果要成为印尼国家队的一员，羽毛球的几率会更大一些。他11岁时才接受专业的羽毛球训练，13岁时就被邀请加入印尼国家队青训。他就是陶菲克·希达亚特，他是羽坛公认的天才型选手。在印尼国内的比赛中，年轻的陶菲克表现出极为出色的水准，在同年龄段的比赛中，基本上没有对手可以和他抗衡。在1999年的印尼公开赛上，陶菲克拿下了冠军，当时他才18岁。这次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羽毛球球迷的关注，他们当时认为陶菲克必定会成为未来的羽毛球巨星，而球迷的猜测是正确的。在2000年的汤姆斯杯中，印尼队闯进决赛，作为球队的2号单打，陶菲克以总比分2-0击败中国选手吉信鹏，帮助印尼队拿下了汤姆斯杯的冠军。同一年的奥运会上，19岁的他闯进了男单4强，成为奥运会男单历史上进入4强最年轻的选手。在05年之前，陶菲克处于巅峰时期，他拿下了亚锦赛的冠军、泰国公开赛冠军、雅典奥运会冠军，以及印尼公开赛4连霸和多个公开赛的冠军，展现了他超强的实力。在05年的羽毛球世锦赛中，决赛他碰到了同样年轻的天才选手林丹。天才碰天才，肯定会碰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可是比赛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，陶菲克以15-3和15-7总比分2-0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。但这次的胜利也是陶菲克最后一次战胜林丹。06年后，林丹的水平逐渐提高，而陶菲克很难再追上林丹的实力，在许多公开赛上都输给了林丹。而陶菲克面对李宗伟也是输多赢少，输多是因为05年后李宗伟也强势崛起，陶菲克状态也开始下滑，才导致了这一局面。虽然李宗伟没有像林丹那样压倒性的赢下陶菲克，但是李宗伟的实力在那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。陶菲克的反手劈杀放眼当时的羽坛无人能及，但面对2位后起之秀林丹和李宗伟，陶菲克慢慢失去了羽坛一哥的位置，而他的光芒也被他们2位所掩盖。在2013年，陶菲克正式退役，他是印尼羽毛球的英雄，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最多欧洲孩子喜欢的运动一定是足球，而彼得盖德也是这样。羽毛球在欧洲并不流行，但在丹麦却非常的流行。基本上在丹麦的每个城市社区都有自己的羽毛球俱乐部，这帮助了许多孩子接触到羽毛球。盖德也是因为丹麦完善的羽毛球文化开始爱上羽毛球，而他在足球和羽毛球之间选择了后者。在他16、17岁时就进入丹麦国家队青训，19岁时就出战世青赛，当时是以双打选手的身份拿下了世青赛的双打冠军。21岁时的盖德转型男单，并开始统治欧洲羽坛，在1997年拿下欧锦赛男单冠军以及多个公开赛的冠军。在98年，他的排名上升到了世界第一。99年的全英公开赛上，他击败了陶菲克，拿下了生涯唯一一座全英公开赛的冠军。全英公开赛含金量非常高，通常都是顶级羽毛球选手的必争之地。除了奥运会之外，全英公开赛夺冠也是实力的证明。可是01年他的膝盖受伤之后也影响到了他的比赛状态，加上林丹、李宗伟的崛起，盖德在大型赛事上往往走不到最后。盖德是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闻名，他的微笑杀球体现了他的冷静心态。在当时亚洲人统治的羽坛，能做到如此成绩的欧洲人也只有他，彼得·盖德。他2012年退役，开始培养丹麦年轻的羽毛球选手。多年后，他的后辈安塞龙开始统治羽坛。
中国羽毛球队只要有林丹在，观众的注意力往往就会集中在林丹身上。但除了林丹，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位出色的中国男单选手，他就是陈晶。陈晶本名陈鹏飞，10岁的时候，他父亲认识了南京羽毛球教练金超，并把陈晶寄养在金超家里，以便训练陈晶的羽毛球。而陈晶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他的教练金超没有孩子，所以收了陈晶作为干儿子。陈是亲生父亲的姓，金是金超的姓，所以改名陈晶。13岁时，陈晶就加入中国国青队，16岁时就为中国国青出战世青赛，并拿下了世青赛的冠军。此时的陈晶展现出了能成为世界一流羽毛球运动员的潜力。过了6年，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，正是林李时代的巅峰期。在那一年的全英公开赛上，陈晶就遇到了他们两位。在4强，他面对李宗伟，在2局的比赛里都以同样的比分21-18拿下了比赛。在决赛则面对大哥林丹。这场比赛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陈晶的实力在那场比赛完全不逊色于林丹。2局过后，他以22-20和25-23艰难地赢下胜利。面对林李，这是陈晶完胜。陈晶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高光时刻是在2010年的世锦赛，他成功杀进4强，面对的对手是盖德。他在落后1局的情况下，连续扳回2局，总比分2-1赢下盖德。而决赛对手是陶菲克，他以21-13和21-15轻取陶菲克，拿下世锦赛的冠军。他赢过了当时的羽坛4天王林丹、李宗伟、陶菲克、盖德，这是那个时代羽毛球选手很难做到的事，而陈晶他做到了。虽然陈晶的冠军没有林丹多，但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。可惜的是，他27岁时就早早退役，一是因为伤病，二是因为中国羽坛的竞争压力大，前面有前辈林丹，后面有后辈成龙，所以陈晶选择早早退役，转型做教练。在林李的时代，他打出了自己的一条路。他拿过的冠军虽然不算多，但对香港羽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胡云出生在中国湖北，小时候就开始系统的学习羽毛球。24岁之前，他作为中国湖北队的一员参加全运会，但在中国国内羽毛球激烈竞争环境下，胡云没能入选中国国家队。他在24岁时提交了退役申请，并在25岁时移居香港，成为香港羽毛球队的一员，并代表香港参加国际赛事。刚才说到胡云为香港羽坛做出的贡献，是因为他打破了香港羽毛球男单项目在国际舞台的成绩。他的世界排名一度上升到世界第6，是香港男单历史上最高的排名。在林李的时代，胡云虽然在大型赛事上止步于8强、4强，但他刷新了香港队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。他的光芒或许并不耀眼夺目，但也值得让大家了解。越南羽毛球从来不是传统的强队，能记住的男单球员寥寥无几，而阮敬明的出现提升了越南羽毛球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，推动了越南羽毛球的进步。在阮敬明10岁时才开始接触羽毛球，而当时越南缺乏训练羽毛球的环境，但他因为喜欢羽毛球，拼命努力训练。18岁时，他就拿下越南男单全国冠军，进入越南国家队。7年后，也就是2009年，他才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。在那年的世锦赛，他杀进16强，却输给了赛会头号种子李宗伟。同一年参加日本超级赛，他成功打进4强，创造了在超级赛上自己的最好成绩，也是越南羽毛球男单的最好成绩。在13年的羽毛球世锦赛，阮敬明首次打进世锦赛4强，对手则是林丹，但林丹以21-17和21-15总比分2-0赢下了胜利，但阮敬明也刷新了他的世锦赛的最好成绩。他现在还活跃在羽坛，虽然已经被年轻球员所超越，但他为越南羽毛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推动了羽毛球在越南的普及，激励着下一代年轻人投身羽毛球这项运动。他曾经是日本男单崛起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桃田贤斗的师兄，父母都是羽毛球运动员。小时候的田儿贤一在羽毛球环境下长大，11岁时就拿下日本全国大赛小学组男双冠军，高二那年获得全国男单冠军，高中就加入日本国家队，是当之无愧的天才球员。在2001年的全英公开赛上，21岁的田儿贤一也参加了此次赛事。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位21岁的年轻球员会走到最后的决赛，
他先后赢下了阮敬明和陈金，杀进4强，在4强逆转鲍春来闯进决赛，而决赛对手是李宗伟。面对李宗伟，田儿贤一和他打得不分上下，只是以微弱的分差输给李宗伟，2局都是21比19输掉了比赛。这次的全英公开赛让世界看到了日本男单崛起的希望，球迷认为田儿贤一会在未来超越林丹和李宗伟，但田儿贤一的个人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职业生涯。在2016年，因为涉嫌赌博被日本踢出国家队以及无限期的禁赛。这次的赌博风波让田儿贤一迅速消失在大众视野，他的身体开始发福，从此告别羽坛。而他这次的赌博也影响到了当时状态巅峰的桃田贤斗。具体的故事可以看看我们往期的视频。其实田儿贤一没有被邻里的光芒所掩盖，而是被自己的私生活所掩盖。在印尼男单阵营中，除了声名远扬的陶费克之外，还有索尼昆科罗。他自幼便开始接受系统的羽毛球训练，16岁时便在世青赛4强对决击败李宗伟，最终荣获世青赛的亚军。在邻里称霸的时代，有实力向林丹和李宗伟发起挑战的选手寥寥无几，而索尼便是其中之一。在多次超级赛的赛场上，他与林丹和李宗伟打得难分难解。07年世锦赛，索尼一路闯进决赛，对手面对的是林丹。尽管最终比分是0比2输掉了比赛，但在第2轮双方的较量异常激烈，索尼仅以微弱的分差惜败。面对李宗伟时，索尼同样展现出顽强的斗志，在与李宗伟的15次交手中，虽负多胜少，却也彰显出一流球员的水准。他的世界排名最高曾达到世界第3，然而严重的伤病问题终止了他的巅峰状态。他常常缺席大型比赛，这也使他的竞技水平起伏不定，直到2019年他宣布退役。以上就是邻里时代同样出色的羽毛球运动员，当然我没有全部讲完。如果你也有自己的看法，请在下方评论区评论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